每天中午前后，罗定卢德文家的档口总是挤满了来买鱼腐的游客。这也是兄弟俩每天最忙的时候。我哋羅定人咧就好中意食呢個魚腐嘅，平時我哋都可以做得到1000零斤到，忙時嘅時候咧可以做得到4、5千斤。好多人喺外地專門開車過嚟食呢個魚腐嘅。羅定人用魚肉做成魚腐食用的記錄，最早可追溯至明朝。因其形似圓球，有團圓美滿的寓意，且魚腐的發音與玉腹相諧，用來招待賓朋，有招財進寶、越來越富的好意頭。羅定處於西江走廊的交通要衝，周圍群山環繞，山間密布大小水塘，逐漸成為本地人養殖鯪魚的場所。因為鯪魚是暖水性魚類，食雜好養，在華南淡水水域極為常見，自然也成了羅定魚腐的主要原料。有時，盧德文會跟着父親一起，直接到魚塘邊現挑現買。父親盧成強是羅定地標美食皺沙魚腐的第4代傳承人，做了一輩子魚腐，對於挑選適合的鯪魚有獨到的心得。超半斤鯪魚嘅肉質會粗排好多嘅喎，3兩以下練啲肉質呢水分比較多啲，就係大條嗰啲多肉啲喎，大條多肉湯咧好湯啫，你不如就用其他魚就好湯啊，為什麼選鯪魚？取出的魚肉剁碎成蓉，混以蛋清及少量澱粉。搅拌摔打成魚糜，捏擠成丸，置於油鍋。炸製過程中，站在鍋邊不停地攪拌半個小時，待到丸子表面金黃，膨脹成乒乓球大小，魚腐就算做成了。剛出鍋的魚腐因內部空氣冷卻迅速坍塌，使得表面出現不規則的紋路，皺沙魚腐因而得名。手工製作的魚腐口感更加細膩，卻早已滿足不了市場越來越大的需求。盧德文和父親一起想辦法自己設計改良一些機械設備，取代部分工序。不過，就算機器能省點力，每天還是少不了起早貪黑。從父親手裡接過傳承棒，每天凌晨1到4點，盧德文就要和弟弟開啟一天的序幕，趕製當天的第一批魚腐。係啦，你備好油先啊，調好油溫啊。啲客人咧好早就會過嚟攞貨噶啦，一般要4點零鐘起床做，唔係嘅話就趕唔前。剛剛接手生產時，發生了一件事，讓盧德文更加堅定要使用設備代替人工。09年嘅時候咧，接咗張比較大嘅單，2000幾蚊嘅魚腐，差少少火候就全部壞晒。我翻嚟就諗，盡量用機器嚟代替呢個最辛苦炒魚腐嗰一步，就唔使好似老豆咁一日到黑都要企住喺個鑊邊。呢個顏色咧就啱好起鑊啦。新鮮炸好的魚腐，趁熱就着煉奶，外酥裡嫩，滿口甘香。用魚腐做菜，對於廚師出身的盧成強來說，更是信手拈來。老廣認為，油炸的魚腐燥熱，
而丝瓜性凉，两者刚好中和，鱼腐丝瓜汤变成了固定搭配。鱼腐用清水浸泡，去除表面油渍。丝瓜炒软后，烧煮1-2分钟，鱼腐和丝瓜相遇，一香一甜，简单美味。鱼腐杂菌包是另一道经典的家常菜式。些许蒜片爆香，加入菌菇炒至软身，加水及鱼腐煮至沸腾。腊肠激发菌菇的鲜味儿，鱼腐吸饱汁水之后，软糯鲜甜。酿菜是客家人餐桌上的主角儿。酿鱼腐别出心裁，花肉剁成肉末，芋头、冬菇切小粒儿，翻炒至5成熟，再与花肉、韭菜、适量淀粉混合拌匀，馅儿料才算完成。鱼腐见小口，酿入馅儿料，隔水蒸熟。焖煮至入味儿，酿鱼腐才可起锅。芋头粉、冬菇香。鱼腐糯，配上花肉，多种口感混合在口腔，是不可多得的免辣下饭菜。一家人紧张地围着鱼腐转了一整天，终于可以凑在一起吃顿晚饭了。自家餐桌上的鱼腐，怎么也吃不腻。在潮汕，有一种被称之为米的美食，它同样源自于泥土，但却不在陆地上。它们到底潜藏在哪里呢？渔民阿壮每天早上7点多从家里出发，出海去捕捞这种潮汕特有的米。它是生长在泥巴上面。原来，这种米是学名叫巡视短齿蛤的贝壳，脱壳后俗称薄壳米。薄壳米肉质鲜美，是大自然赐予潮汕的美味。潮汕渔民大多从凌晨3点开始捕捞，到上午已经是进入了冲刺时刻。阿壮在船上已经待了4个多小时。下海的渔民不带任何护具，有的甚至已经在3、4米深的海底来回了100多趟。这样捕捞的日子会在海上持续3个月。薄壳壳内长就一条连线到体外，像潮汕人爱抱团一样，几十个薄壳卷连在一起，取得养分，抵挡风浪。捞起来后，渔民会在海里及时清洗，以让薄壳脱泥带水。今年64岁的大澳村渔民郑晨鹏下海捞薄壳40多年了，靠捞薄壳养育了1双儿女。家里人常劝他别再上船，但一到夏季，老郑还是忍不住赚上1天200块的辛苦钱。但常年下海的渔民都患有风湿，听力和视力严重受损。台风威马逊带来了雨水，采捞只能临时终止。每一天都要出海，
除非呢12级台风赶时间把它收起来，装在口袋里才是钱。渔民平时一次出海能采捞3、4千斤。回到码头，阿壮赶紧挑选最新鲜的剥壳。生肉兼唔食，生肉兼唔食，因為我係要水啲角嘅。差唔多隻斤啊，呢個差唔多隻斤。開平啊！所以點都要知，等於我殺退我啲手續開平，跟住偷往先啊！交俾做咩用錢啊？就用隻一趟嚟租嘅，2趟50斤，是通嗰啲個嘅流能金箔嘅，冇貴嘅，所以1趟50斤嘅。几个小时之后，阿壮会把他买的剥壳全部加工成薄壳米。阿壮把剥壳脱壳成米，沿用的是祖先流传100年的传统加工方式。整个潮汕地区，只有澄海盐红有这种传统。他的餐厅是用竹制曲尺形的工具剥壳绞，通过搅拌让剥壳脱落去丝。去掉足丝的剥壳放进开水里，剥壳米脱壳浮在水面，剥壳沉到锅底。用什么样的火候煮剥壳，阿壮自有秘诀。就是阴阳滑，这边是会开的，那边就不会开。一搅拌它就肉跟壳自动分离。阿壮烧灶用的是荔枝木，烧起来有荔枝的果香。薄壳米煮得好不好，关键是火力大小的掌握。打完薄壳米的空壳，仍残存一些肉末，阿壮便叫了儿子和侄子一起拿去喂鸡。薄壳米鸡只是副产品，刚出炉的薄壳米最为好吃。阿壮和妻子拿了一些回家给母亲做新鲜的薄壳果。女人们聚集在一起，把南瓜打碎，加入面粉捏成面团，把用薄壳米调好的馅料裹进去。大火蒸上10分钟，晶莹剔透的薄壳果就新鲜出炉了。说起薄壳最正宗的吃法，潮汕人最喜欢配上蒜粒金不换，急火猛炒。金不换学名9层塔，又名罗勒，是西式菜肴中用的最广的香草。急火猛攻下的薄壳出锅了，最高的境界是薄壳米熟了，但还没脱壳，口感鲜嫩，汁液饱满。金不换炒薄壳是阿壮的餐厅最出名的招牌菜。2少年，2少年嘛来你要吃我讲，我开了2整车来了。今天是阿叔的生日，全家人不怕路远，专程开车来阿壮的餐厅，让老爷子吃个高兴。潮汕人对这又便宜又美味的薄壳爱到了可以1日3餐当饭吃的地步，所以当地人把薄壳叫做不是米的米。祖国大陆最南端湛江，你想到啥？海鲜，海鲜，还是海鲜。徐平是本地人，8年前开始经营这家饭店，做的是本地居民的生意。海边的人对于海味儿，那是骨子里天生的挑剔。花蟹、花虾是当地的特产，也是饭店的招牌菜。花蟹的学名叫远洋梭子蟹，在南海很容易捕获，北部湾也是常见，是湛江人餐桌上的大硬菜。
花蟹蟹壳有粗糙的颗粒，天蓝色的花纹像极了云朵倒映在海里，好看又好吃。花虾身体上有竹节一般的白褐色斑纹，末端鲜艳的黄蓝色斑块，美得像蝴蝶展翅。日本人对花虾甚是推崇，称之为车海老。徐平的嫂子也在饭店里帮忙打理。前几天，台风沙德尔刚扬威而去，海况不好，没有渔船出海，导致饭店海鲜空缺。嫂子有点着急了，没有海鮮就沒有客人。海鮮幾乎都賣晒哋，嘅客人來都冇有海鮮點嘅，你哋咪去睇邊度有冇攞啲海鮮翻嚟，救市就得啦。反正下碼頭攞個市場睇下飲飲。徐平還是得親自去碼頭搶貨。草潭鎮靠海，有大港口，整個鎮都基本靠海吃飯。冇嘢啦，起風啊，冇船出去啊。因為天氣的原因，今天還是很多船無法出海，碼頭顯得蕭條，根本沒有多少漁獲。昨天沒有買到海鮮，今天凌晨4點，徐平摸黑就起了。因為他收到風訊，半夜海況好轉，很多漁船出海了。4點的菜市場開始熱鬧起來，不斷有回來的漁家前來賣貨，信息靈通人士也不斷趕來搶貨。菜市場搶貨，徐平是老手，先確定戰略目標，打贏幾個局部戰爭，下手快準狠。遇到對手沉着冷靜，頭腦不發熱，迂回再迂回，2個小時下來，大捷。今天飯店終於補血成功，恢復了往日蓬勃的生命力。下午不斷有客人來吃飯。同時300多位客人到店，這數字接近平時客人的3倍。店員忙得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了。這是豐收的一天，大家都超負荷工作。徐平決定給大家加菜。花蟹拿冰水浸後，無需別的佐料，不加水，乾鍋大火燒15分鐘，花蟹遇熱排出體內多餘水分，水遇熱成蒸汽，利用自身的水分來把蟹蒸熟。這種極盡簡單的做法是草潭漁民獨有的烹飪方式。他們認為這樣做的花蟹才最為原汁原味，最為鮮美。花蟹斬斷，蟹肉潔白透亮，猶如玉石。過油鍋至焦黃撈出。熱鍋下油，下大蒜、薑片爆香後，倒入炸過的花蟹翻炒，便可出鍋。花蝦去頭去殼，蝦殼的花紋仿佛烙印在了肉上，依然文采斑斕。蝦肉焯水，西芹、百合、辣椒一起焯水，接着熱鍋下油，倒入大蒜和蔥段爆香，再倒入蝦肉、西芹、百合和辣椒，翻炒均勻。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蝦便做成了。等所有的客人走了，晚上9點後，徐平和店員們才開始吃飯。跟住好多人，跟住好喝，挺好喝的，花蟹肉潔白晶瑩，勝似白魚；花蟹腿絲短纖細，味同干貝。
无任何佐料且不加水的干锅花蟹，拾其本味，一向是对这種美味食材的最高禮遇。咁啊，冇乜人找人哋跳到冇得買。要不要加錢啊？炒花蟹又别有一番风味，姜葱和辣椒都融进了蟹肉里，花蟹本身的鲜显得鹤立鸡群。尽管多种味道混合，但辅料丝毫没有抢过主料的风头。花虾肉质饱满弹滑，配以西芹的脆爽、百合的清香，再附加一丝微微的辣，十足的下饭神器。徐平自嘲说：“这就是餐饮人的生活，起得比鸡早，干得比牛多，唯一吃的，那却是比猪要好多了。但客人多，生意好，总是高兴的。”